早有准备，这是要瓮中捉鳖呀！报！报！苏某明北门陈兵1500，东西南暂出城门，各陈兵500。哎呦，不多，这还不多啊！望城屯兵只有500，怎能打得过这3000朔漠精军啊？仗还没打，说什么丧气话？你当老子带的300楚家军是吃干饭的？你们望城躲在云中郡背后过惯了舒服日子，你们防备如此疏忽啊！800也打不过3000，放屁！800楚家军能干翻他3000，你要是再扰乱军心，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鸡禽？3000兵马入境，为何没有走漏一点风声？除了萧巡，还能有谁？这是打开自家后院，引狼入室。既然他们在东西南门各占兵500，那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从南门突围，就有机会护送长公主出去。对呀，阿昭，你此刻走，我们断后，我拼了命也能把你送出城去。不能走。我们不能让望城百姓沦为朔漠的刀下亡魂，更不能让萧巡的计谋得逞。望城在云中郡后方，若是朔漠打下望城，萧南王一定会趁势出兵。朔漠就有机会夹击云中郡，到时大楚势必陷入战乱，萧巡再趁乱夺围，所以望城不能丢，我也不能走。你没事吧？葛大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又是哪路神仙啊？望城城门已经被朔漠人给封死了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位是苍木寨的葛寨主，这位是葛大婶。苍木寨，山匪。对。我们从东门闯进来，那边约莫有500朔漠人。葛大婶，你来的正好。你如果需要，吩咐便是。我们先回府衙议事。他要等朔漠兵占据望城，这3000借道的朔漠兵就是他给朔漠的诚意。所以，他的人暂不会有所行动。朔漠3000，对我们800，他们还是更占优势。望城城防物资有限，要如何取胜？我阿爹说过，历来打仗，并非比谁的兵多。如今就让他们见识见识，我们大楚如何以少胜多。长公主讲得好，你可有什么谋划呀？阿九，可有打探到敌军粮草和水源？在望城东侧有一条小溪，乃是朔漠人的水源；只有望城西侧乃是朔漠人的粮草，而且只有明哨。赵大人，水路上游可有支脉、隘口等水脉地势？你要断掉他们水源？城外5里处有条水道，每到旱季便会干涸。如果引水倒是可行，只是我们现在无法派遣民夫前往。这个交给我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别忘了，我们可用鼓哨联络城外苍木寨的伙伴，让他们在水道处连夜行动。那就劳烦葛大婶安排。你刚说西门有暗道？暗道通往此处，只不过是先帝年间修的，早已废弃了。阿九，你方才说粮草在西侧，对吧？不错。那即便是废弃暗道，也能为我所用。赵大人，传令下去，全城百姓庇护，严禁与城外来往。是。另外，将守城物资和粮草全部调往城南。北门敌军最多，你反倒把城防物资往南门堆啊？调虎离山。不错。这城门都封闭了，你拿什么传递信息引朔漠人攻打南门呢？朔漠3000兵马围城，必定料定城内人心浮动。若此时有人携城防图投诚，你们说他们会不会信？不急于破城，但如饿狼变肉。我在贪生怕死之态，我骗不过朔漠人，我去。你一个斥候，凭什么取信于敌？我凭何取信敌军？长公主应该很清楚，不是吗？
此去九死一生，你可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混账！大敌来犯，你也敢提什么条件？我知道你的条件。此战若成，你活着回来，我为你向朝廷请封。朔漠人真正相信他带去的假线包吗？不，我让他带去的，是真的不方图。毕竟我确实把粮草运往了城南。没有什么比用真相编织一个谎言更容易取信于人。阿九何时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？这都送出去快30里了，莫不是舍不得我？你放心，我虽然武艺生疏，可我日日都有勤学苦练。就你那点功夫，遇到真正的高手，根本就不够用。你个小贱蹄子，我看你往哪跑！我供你吃，供你喝，你学会跟人私奔了是不是？老娘今天打断你的腿！好汉饶命，小的认错人了。二位的这个马车，跟我要找的实在是太像了，怪小的眼拙，一时冲撞了二位。认错人了？那你原本想找的人是谁？小的是在欧阳镇开花楼的，我的头牌跟着上京的一个书生给跑了，我是特地来抓人的。可是没想到拦错了马车，求二位贵人高抬贵手，我真的不想死。别装傻，谁派你来的？没有人派我来，真的没有人派我来，我真的是认错人了，我不想死，别杀我！他看起来不像撒谎。你们走吧。谢谢好汉，谢谢好汉，快走快走快走！你这点倒是跟老头一模一样，那么容易轻信他人。我14岁就一个人从云中郡来到楚都，好人坏人我还是分得清的。我知道了，但也有例外，不是吗？比如萧寻。你说的也没错，看错人又怎样？知错能改不就好了？何况我相信，阿九不会让我错第2次的。我现在是替你保管，也替我守好阿宇。你也注意安全。摘下傲骨血肉成鞘，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敢低头。天黑路远，路上小心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指尖冲破天光一刀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
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人笑，纷纷扰扰，人间惊鸿伴你照朝。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火晓。可是这场公主令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信任你。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鱼肚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也信我到，心的骄傲。世子，刚得到消息，长公主昨日突然急症，高热不退，不再上朝。哦。 这么巧啊！云中郡急报说楚灵病重，想不到他们父女二人还真是情意相通啊！若是昨夜出行，恐怕楚昭已经不在楚都。既然已经出来了，就不要回去了。楚都去往云中郡，毕竟无阳镇，你去派人在镇外蹲守。 务必保证万无一失。属下这就去安排。阿昭，停车。我们走到哪儿了？再有半日，我们就到五阳镇了。您稍等一下，我把马套一下，紧紧缰绳，马上就走。按照萧群的性格，他若收到宫中我称病的消息，必然有所行动。无阳镇定有人蹲守，马车进城太过显眼，不安全。你在镇外10里将我放下，沿着西北官道一路直行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停。好嘞。 果然不出我所料。 老板娘，那些人看着不像善茬，是干什么的？山匪吗？哟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我们五阳镇可从来没闹过山匪。他们啊是乡绅府里的护卫，说是主家逃了个偷财物的丫鬟。抓丫鬟？可不是嘛！领头的那个啊凶得很，连姑娘家的帷帽都要掀开看。老板娘，倒茶。哎，来了。 太傅大人，长公主染病静养，不见外客。长公主病情牵涉朝堂，本官奉监国之命查问，你敢抗旨，你放肆！监国之权不涉后宫，再往前一步，我的剑可不认太傅。好，很好。 谢统领，咱们走着瞧。为了他，邓毅都敢得罪。 职责所在，
谈何得罪？铁鹰离了萧南郡，沿楚都到云中一路布防。你真觉得他能活着到边郡？他可比你想象中的要强大。是，他聪慧过人，即使能躲过萧巡的劫杀，可他忘了一件事：去边境这一路，山匪横行，只怕是躲了虎豹，又进了豺狼窝。一个弱女子，若不幸真的遇到这些亡命之徒，你猜她能活过几个山头啊？九弟，好好守着这皇城的安危，免得等长公主死讯到来之时，没人替她大领发丧。小贱蹄子，一个赛一个能跑。怎么，我这儿吃的不好，穿的不好啊？花了老娘20两大银买的，能干就干，瞎了你的狗眼了！又见面了。撤！让开！大人，西北的官道有马车踪迹，那马蹄铁纹路有些特殊，像是楚都的马匹。报！正北方向杀救后捡到死物，绣着舟字，应该是京中贵女所用。报！东北方向有女子雇了镖队，说要护送她去边境，出手十分阔绰。3处踪迹，倒会故布疑阵。传令，兵分3路，西北、正北、东北方向，全部都给我追。大人，若贸然追查，恐怕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但凡可疑女子，一律拿下。撤！老七，这牛肉不错啊。一成，哎，你这驿店虽小，倒是挺会照顾人呐。军爷们往云中郡去送信儿，这一路上风餐露宿，这到咱这儿那跟到家一样，是吧？自然得吃顿好的。这丫头哪儿来的？不是你们这人的。这丫头命可苦了，她爹呀在边郡当差，他们母女俩千里迢迢去投奔，没成想这半路上她娘亲就染上重病了，这眼看着这人就……求军爷们带我去云中郡，我想要去见爹爹一面。这军情紧急，路上耽搁不得。军爷，这孩子懂事儿，路上不会给你们添任何麻烦的。到了云中郡，这个楚将军治下严明，他要是知道你们几个行善，说不定还能给你们记上一功的。你说呢？我们是望城军营的信兵，与楚将军也有过几面之缘。把头抬起来。边郡驻军繁多，报上姓名、来历。哦，他叫……让他自己说。哦。我叫阿福，爹叫杨大春，是云中郡大青山营塞上屯，属楚灵将军麾下。这是爹的信。这字儿倒是写的不错。带我们去见你娘，若情况属实，我们便带你上路。哎呦，快起来！我带你们去。
是我连累了你，害你受了伤。邓毅派了门生下调临开码头，才给了萧薰从水路逃脱的机会。这一曲，本以为万无一失，谁知……朝堂这盘棋，本就不是那么容易下的。权力本该如此。说吧，你想我怎么还这份情？我可以满足你一个心愿。以你的身手，不应该伤这么重的。那日在船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日，铁英用暗器，一时不察被偷袭。果然，他们只会用这些阴险下作的手段。我昨夜看你梦魇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不是你说的吗？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秘密。是啊，可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了呀。你是说那个梦？好吧。作为交换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其实。
好吃吧？天下为了这个糕点，熬了3个时辰，才蒸出1笼满意的，只能说是这人间至高的美味。都怪你馅料没有拌好，那猪油的配比得合适，少了多了都不行。原来如此。我爹说的，少了太干，多了太腻。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离开云中郡太久了，久到裴帆我都忘记了。其实我从前也不太会做这些糕点。阿爹，你看，我学会了，阿昭学会做沙枣糕了。哎呦，我们阿昭太厉害了！那下次别再偷吃馅料了，啊！阿爹不用吓唬我，我就是想念娘亲了。我没机会承欢于他膝下，但我就想去看看，看看他看过的风物，走走他走过的青石巷陌。我娘亲若是还活着，定然不会希望我做一个只会关税的女娘，她绝不会像你这般自大。她定然会在乎我的心。是，你是从无败绩的大楚战神，是万人敬仰的魏将军。你忙着忽悠你的边关百姓，忙着树立你的赫赫威名，你忙到根本无暇关心一句你的女儿究竟想要什么。想念一个人，不是一件丢脸的事。想家也不是。我跟着老头那5年，他确实过得挺好的，每天忙忙碌碌，偶尔得到一些西域的香料，他就会放到小南院的房间里。出去巡逻的时候，看到好看的花枝，便会采回来，栽在小南院的院子里。因为他跟我说，小南院是你以前住的地方，收拾好了等你回去。主昭，其实老头他没有责怪你的离开，他只是想知道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。他只是很思念你。当然，这一切你可以不用回应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都是他自己的事，所以你无需自责，因为根本就没有人需要被原谅。其实我也很想念我阿爹，还有大漠的一切。老头他是一个很严厉但很心软的人，和你一样。老头第一次带我去沙漠的胡杨林，他说那里的每一根枯枝都在拼了命的活着，这才有了1000年的风景。死非常容易，活着才算本事。阿九，抱歉，是我太聒噪了。不会啊，能听到你讲这么多话，我很高兴。夜深路重，殿下早点休息。
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我阿爹的事情，也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过去。不客气，就当是报殿下的一告之恩。那谢统领，这盒红豆糕你就拎回去吧。多谢。我今天说的话一直算数。啊？就是以后你有什么愿望，都可以来跟我许，不管是踏遍刀山火海，我都会帮你实现的。我楚昭，言出必行，绝不反悔。好，不会。报！报！殿下，云中郡急报，昨日朔漠来访，楚将军击退朔漠大军，身体突感不适，昏迷不醒。将军，朔漠撤军了。果然如将军所料，这一次幸亏您提前谋略。将军。父王，你受伤了？父王有所不知，楚灵的女儿要将我赶尽杀绝啊！楚灵的女儿，那个不想做世子妃，只想做长公主的。新帝即位，朝中动荡。我们与云中互相制衡，高阳谢氏虎视眈眈，他竟先清除了我们楚都的私兵，又借着你的事在朝中立威，此等手段，真的是高啊！此番朝堂变故，楚都正值多事之秋，或许我们单道玄威啊，皆在这文武火候。昔者轩辕柱鼎77日而龙吟现，燕齐练拱99夜而丹霞凝，皆在这后之一字。九转未成，你岂敢启鼎啊？我儿一路鞍马劳顿，暂且歇息吧。是。